比如说他是油漆工啊、水电工，如果肩膀受伤，他是没有办法抬高的。所以我们蛮常把它拿来练习，就是手举高啊，好好的练那些 shoulder holding 之类的动作，锁螺丝之类的。对，锁螺丝，然后重点是手举高了。就有一些人他工作台面是高的，那有时候比如说一些产线、流水线啊。那今天来到成大医院的门诊大楼，在3楼的地方，这边有一个职能治疗中心，那也叫做工作强化中心。今天是我第一次来到这个成大的职能治疗中心，那今天要来访问这边的治疗师，请治疗师跟我们自我介绍一下，然后介绍一下中心的大概的简介这样。那我是君雅。那在这一行已经大概9年左右了，对。那我们这边的话呢是成大的职能治疗中心，但我们主要业务是承接这个劳动部职业安全卫生署的一个方案这样子。那我们主要负责的是做职业灾害劳工的职能复健。就可以把它想象成就是受伤之后回去工作的一种类似考前冲刺班吗？应该类似这个样子哈。很多病人在有这个服务之前，他可能如果只是参加一些一般的就是健保的复健，他可能可以让你练到可以自我生活自理。很容易遇到说，我虽然生活可以自理，但是好像那些疼痛和力气仍然不足以让我回去原本的工作。那如果是这样子的问题的话呢，如果医生认为你有一些医疗已经稳定，就是骨折啊，然后一些伤口什么都已经愈合了，那是可以转进来我们这边做一些生理的强化训练这样子。那这一切的费用都是由劳动部这边补助，所以劳工朋友在参加这些事情的时候是不用另外付费，也不用刷健保卡。那除此之外的话，台南市政府，如果你是户籍在台南市的市民的话，他每一次来会有100块的交通补助费。那我们这边就一眼望到底啦，那边就是办公区，线上表单和一些记录的整理这样。那包含一般基本的跑步机，还有像这个东西是 VOPA 系列的 VOPA 9。那 VOPA 9的话，就是用来练习病人有一些手需要抬高的作业比如说他是油漆工啊、水电工，如果肩膀受伤，他是没有办法抬高的。所以我们蛮常把它拿来练习，就是手举高啊，好好的练那些 shoulder holding 之类的动作，锁螺丝之类的。对，锁螺丝，然后重点是手举高啦，然后它也可以做弯腰啦，也可以做蹲下来的动作这样子那基本上的话，还有一些镜子可以帮忙做动作的矫正，那视觉回馈，然后还有一些登阶的，不管是心肺，还有一些上下楼梯的练习这样子。会有一些工人要爬高的工作梯，对，但是这个工作梯是矮的，有时候我们只是看它动作模式。那我们可能有一些人需要搬板材，我们可能会吊一些重物之类的，它这边有一个圆孔这样子。因为我们会根据病人的工作的要求，所以会去组合排列出一些模拟的东西，所以很容易它不是用来做我们原本的用处这样子所以如果你看我们这边的基础道具的话，就会各种弹力带啊、弹力绳啊，然后各式各样的哑铃啊、重量球、沙袋也会有基本的沙袋。然后呢，像一些阻力棒啦，然后大型的弹力绳，然后放松用的道具，各种握力器，然后呢，这种练习手指打开张力的。确实会有一些传统职能治疗用的道具，不过这个东西就是拿来做别的事情啦，很少真的把它拿来说来把它主要放到旁边去。通常你会进到我们这边来，我们已经不会做到那么基础的东西了，比较目的性的，然后你可能这种基础的东西应该在前面的健保治疗就应该练得差不多了才对。那中间这张桌子的话呢，是我们很多手伤病人会坐的地方，但它的好处是它有办法升降。就有一些人他工作台面是高的那有时候比如说一些产线、流水线啊，那我们在练习的时候他可能脚受伤，他可能需要久站对，那我们可能升到这边，然后模拟他产线上面的工作这样子。我们有一些工作辅具会提供病人试用或模拟练习当然我们自己搬货也会用到这样子。这是可以上下楼梯的吗？它理论上可以上下，但我觉得它的轴距没有很理想对，所以上下楼梯有点危险。但是呢，它这个因为它够宽，所以在跨地形非常好用那我们会有一些这类的省力道具，我们会让病人在工作模拟的时候就拿出来用用看，然后如果对他们来说是
觉得舒适的，然后可以减轻他们症状的，那我们可能就会用刚才讲的小额植物再设计或设施设备补助去补助给他们这样子。那一般的波速球啊、平衡垫啦之类的东西，那这台木架子其实它是我们功能性评估的一个道具，因为有一些病人他是要推或拉很重的东西的，那我们上面会丢一些砝码，然后直接把它拉出来，然后用推和拉的去做测验这样子，那也可能做训练的道具。那层架的话呢，它会配合那些重量的东西，还有像这种类型的就是箱子然后呢根据病人的身高去决定他层板插的高度，然后呢去请他做抬举的重量，比如说地板到腰啊，腰到胸部，或胸部到眼高这样子，然后去慢慢加重，测得他现在呢大概可以最大搬到多重。那我这样测得的结果就会知道说，那他现在的能力跟他原本工作如果要回去搬重差多少这样子。所以我们在工作模拟的时候也可以层板，这个层板是可以拆卸直接插的。那根据他要工作的高度，比如说我最近有一个Baby Room 的 nurse， 那他就是要弯腰水槽，就是在这个75公分的高度去拔网或者洗屁股，那我会直接放在这个地方让他练习弯腰这样子，所以蛮好用的层架。对，它有标示那个公分数这样子。对，有时候我们会有2张折叠床出来，那可能做一些徒手的治疗，也有可能做一些基本的垫上运动这样子，那不一定每个人都需要用到床啦。那后面还有一支平衡木，平衡木也是用来做那个行走平衡的那个评估的。像你如果之前在看那个压地瓜球，就拿这个东西，对我自己排列的组合，长得像病人要用的东西，我就把它做出来，就是这样子而已。小东西会需要的话，像我们里面啊有一些营造业一些基本的榔头啊，那个泥水工，然后我们很常见，它会接一个泥在这边，然后基本的一些打蛋器啦、烹饪工具、锅子啦。这个是条形慢刀啦，他们做一做可能就是这个样缠起来，然后就这样上去抹这样子。就有一些泥做工具啊，一些油漆刷，那油漆刷有时候是病人留下来给我们玩的。所以这边的个案大概他们转介流程是怎么样进来？成大基本上是这样子哈，我们职业伤病防治中心就是职医科那边，还有一个叫防治中心，跟医院里面建立蛮好的管道，包含说比如说上下班途中车祸棒进来，或是被机器卷夹进来，工地坠落进来的，那只要急诊的护理师有 catch 到工作中发生伤害，上下班途中发生伤害。
还是我搬很久，所以椎间盘突出，搬很重。他们听到疑似职业病了，就会帮他们直接在出院的时候先转挂到职业医学科的任何一个医师，让他们在职业医学科接受追踪。那也有可能是一些别的像骨科啊、整形外科之类的病人，会从他们的医生或者护理师那边转介过来，这样。像上个礼拜就有那个中风的病人过劳的。转进来，我们看一看，他虽然要收是符合资格，但是就像我讲的，对他来说，身心障碍的职业重建管道会比较好。那我们也会跟他说，那你要去找哪个资源这样子。对，我们两个是不同层级，就是你的确植栽之后，可能造成你身体失能，但也有可能更严重到变成身障，身心障碍。那如果你严重到身心障碍的话，我们就会把你转介到身心障碍者的职业重建区，因为那边资源更多，可以媒合的职位更多，这样子。对。服务项目的话，就是生理强化，心理强化，然后还有职务再设计。那如果环境评估或者是所谓的就是职务再设计的话，我们可能会一边做训练一边跟病人沟通，那包含让他试着用一些辅具，因为有时候我们会发现职务再设计这个地方困难的不是钱，也不是东西，是病人的习惯，就是有一些穿戴式的护具啦，或者是一些工作调整的方式，我们会透过工作模拟的时候让他练习，让他去习惯，去想想看说，自己有没有办法花时间去把这个护具戴好，保护自己不再继续受伤。那我们就会到临场实地去看看他有什么需要的。有时候我们在非临场，就是在这种训练的环境里面沟通，他有时候会有一些没有想到的事情啦，所以我们会进去里面跟着他做一圈，看看他哪里有问题，然后哪里做得到，哪里做不到，有没有需要调整的地方，这样子。通常说到职务再设计，就是我会说一开始上的比较重，或者是工作的loading 本身就比较大的类型这样子。那再来的话，还有一种是要看他的老板愿不愿意让我们进去，有时候是病人很想做，但雇主不愿意。对。职务再设计分小额和我说的设施设备，小额是1万块，我这边就可以报销的。劳工的设施设备补助20万的，那个就是跟政府打交道。那20万的我会负责出报告，但买东西由雇主那边先代垫，买下来之后再走一个流程去跟政府申请款项。对，我们大概是做这些服务。那复工计划就是如果你有需要的话，比如说有些病人他可能不是说他需要训练，那 maybe 可能已经2年3年，其实身体状况都蛮稳定了。稳定的意思不是说好了，是稳定，不会再更好了。那他可能跟雇主想要知道说，那你想要回来工作，不能回到原工作，我要怎么样配工给你？他可能不能做原本工作，但是我可以帮你分配到比较轻松的、比较符合你现在身体状况的工作。但是雇主又我又不是专业的，想不出我有什么工作可以给你做，你才不会让你症状加剧，你才可以安全的执行。那我们就会给你一个相关的评估，那不管是心理如果有需要啦，和生理还有一些工作分析。那这个工作分析就不会是原职务的工作分析，我就直接跑到他们工厂去，可能每个站点我都看看啊。那我评估完之后告诉你说，他可能符合哪一个工作内容。那如果你换到哪一个工作内容的话，是不是还是需要一些辅具？有没有一些建议？比如说多久就要给他休息多久，之类的，我们是有这个样子的服务。在你的工作年龄内受伤的话，除非你的金钱很多，要不然你最终为了生活必定会面临到复工这个事情。对，所以前期你都可以在一般复健去做，但是你到底怎么衔接到你回去工作这件事情才是我们的关心的。我们唯一的服务目标就是让你回去工作，不管是回到原本的职场还是更换职场都没有关系。好，那今天就是简单帮大家开箱一下职能治疗中心，那也看到职能治疗师在工作强化这一块里面的服务这样。那如果想看更多治疗师的工作日常，就可以继续追踪我们的频道。那今天就到这里喽，拜拜。